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6月22号，星期一，新的一周，又在这儿等红灯了。哎，今天晚了，我这2天觉得特别的疲劳哦，因为最近工作也忙，然后训练，因为气温上来了，然后强度也上来了，是有点不适应，就是那种有点负荷超过那种疲劳。绿灯。我最近这新的数据层的软件，我就打算开源出来，但是只能是macOS， 就是苹果的电脑，因为我年纪大了，我还是不喜欢什么事情都用手机。但是基本上我认识的人都是拿移动设备建节目了。你这不能说谁好谁坏，但是用电脑可能对我来说更合适一点，就只能这样。但是其实说实话，现在有 AI 做一个这样的软件，其实真的挺容易的。我看到朋友们，他们每天都一起练。我现在吃不下这个训练强度。今天没有昨天热，今天没带水。一方面是剪辑，还有一方面是拍摄跑步拍摄。好多人问我，回头我再做一次节目，室内的节目跟大家分享。今天简单跟大家聊聊。你看我现在这视角，手上拿了一个，我这样转过来，稍等，是不是互相能看见？就是我手上有一个相机 Go Ultra， 头顶上有2个。然后头顶上这个是单独配的一个就是帽夹，不是它原包装里带的那个。然后这种帽子必须得是这种魔术贴这种扣的，像现在好多那种卡扣的就不行，因为它这样卡进去，这必须得是平的。所以你们看，我跑步就只能戴 Nike 和阿迪，就目前没有其他的帽子可以戴。因为现在好多帽子那卡扣都不是魔术贴了，就这样。这其实就现在随着相机越来越大，挺难受的。这样一会儿脑门前面就红了，就搁一个印儿。但是这样特别稳，这样的第一视角，因为头本身就是减震的，然后它随着你的视线走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想到这个办法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影视的 Go 3。然后因为你这俯仰角度你要试，我试了好几次，找到一个合适的。给大家看看啊，还有一种就是你看这不这种柱子，你看只要它是能被磁铁吸的，现在这种基本都有磁铁，就这样吸上，然后你比方说我想拍我自己跑步，我把它吸好，然后我就走了。是不是？就这么弄，好多小细节，回头细节咱们室内节目再说。还有好多，比方说你说，很多小伙伴说你数据层怎么弄？数据层刚才不是提了吗？有个软件，但是就算有软件，现在还是各种设备的时间是不可靠的。就虽然现在已经比以前说听那个敲钟对表或者看电视对表要好多了，现在都是数字的，但是也不可靠，所以你还得对时间轴。这之前会员节目跟大家分享过，回头我再整理一期。其实比较核心的就是你的数据来自手表，对吧？那所有的时间也都来自手表，因为相机什么的这些虽然能同步，但是可能会差。尤其是出国参赛的时候，我基本上出国参赛，有的相机详细同步，有的没详细同步，因为都用电脑嘛，都用读卡器，它有时间的差距，有时差。那都想来源于手表，就得在视频里做文章，在剪辑上做文章。比方现在我说我现在开始运动了20分14秒，那这个时候我这段就剪掉了，正常我就知道这儿是20分14秒，就所有的视频都按这儿对。他没有跑回来了。
我加速了，他们在变速跑。来到。但是这个对时间这儿也有好多小细节，还有你看这两个画面怎么对上的？这两个画面两种办法，一种办法就还是靠刚才那时间，因为现在这种运动相机都就是时间码都不现实，而且就算时间码你也没有同步的条件，它太麻烦了，而且成本太高。那就是怎么都用声音来同步，因为两条音轨都录着声音呢，对吧？像在达芬奇里直接可以用波形来同步轨道的相对位置，就都这么弄的。然后还要考虑的就是电量，像以前那个 Go3 和 Go3S 用旧了以后，那一个连续拍只能就不是说连续拍，整体的拍摄时间就10几20分钟，那你就得只能自己手动去掌握，看他拍哪些画面。然后后来我就带2个，现在带2个是因为现在头上这个卡扣是拿不下来的，是物理卡死的，所以想看到我这视角是比较麻烦，所以我就弄了2个。现在这 Go Ultra 单机可以拍差不多32分钟，你得自己试。我是画质党，就是虽然这种运动相机谈画质有点怪怪的，但我把手上这放下太沉了，还是想做到它的最好，所以我设置的码率、分辨率、帧率都是它能拍到的最高的。这样在不同的拍摄设定下，它的能拍多久也不一样，还有随着使用电池会损耗，各种都自己摸索。现在这个 Ultra 和以前那个 Go3S 比，优势是更清楚了，效果更好了，然后有夜景，同时呢，电量也更多，就能连续拍摄时间更长。当然也有缺点，以前 Go3S 的时候是可以有那个官方出的磁吸的充电宝，就能给相机充电。我再带一个那个也不沉也不贵，200多块钱，能充满1个半。这样我带2个摄像头，等于我就带了3个半，对吧？现在这没有那种配件了，因为它越来越大了。第三方的也不会做这个，因为整个的市场太小了。我估计不出意外，这周末，今天周一嘛，对吧？这周末我那个应用就能开源和上架。我就走2种模式，上架是付费，然后同样的也开源。开源大家随便用，但是不能商用，不能拿它牟利。因为毕竟虽然依赖 AI， 但是也是我来弄的。所以这周的会员节目跟大家详细讲讲从拍摄到制作的各种小技巧，我看看能不能找到推广的渠道。因为现在其实就隔行如隔山嘛，我碰巧是因为我从事技术行业，同时我爱跑步，然后再同时呢，我对拍摄剪辑，因为原来上学的时候玩游戏，我们那时候录那个打 BOSS 的战斗，然后剪辑，然后再后来我们这年纪的人看美剧自己找字幕，然后弄那个知道怎么封装、怎么编码这些那些的，再加上我有技术背景，所以可能我就融会一点，跟大家分享出来。嘿，小伙伴们，6月22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，今天调整放松了，今天就跑了10公里，因为现在周2、周4和田中先生、滕刚先生他们一起练，我的训练节奏可能要变，我可能会慢慢的调整到1周休息1天，或者是我不规律的休息，所以就得叫什么强弱交替。今天感觉累了，就上周3那12个400有点拼尽全力，最后就有点不行，所以好那次我跟大家分享，有比较专业的教练也分享过，就朋友跟我讲的，就说还是不能到最后那一点，但是又不能差太多。我原来有自己练的时候，就是2、3年前自己练的时候是差一点，我可能能达到我的
95，哎，那强度课，但是差那最后那5%在应该到97%，我觉得就进步了。95就是力所能及不行，但是上周那12个400点力所不能及，就感觉顶到极限了，一顶到极限，就最后那1%可能得用更多的99%去调整，哎。就这么回事。明天藤高先生他们是先热身，然后一个1公里的，好像是一个1公里的测速，就跑一个1公里，看能跑多快。所以明天这个活动我就去拍一拍就好了。1公里的测速我跑不快，然后跟大家一起跑一跑。周三我们的课表是3公里、2公里、1公里。然后周四是5个2000，就跟那次一样，5个2000就跑的不是特快那种，3分30到3分35，然后最后一个自己各自稍微加一加。今天跟大家分享拍摄，但是这拍摄好多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，像现在这种运动相机，就是你开机的时候横着还是竖着，决定最后那成片横着还是竖着。虽然说，比方你开机的时候弄错了也没事儿，你剪辑能横过来，对吧？但是其实它所有的防抖啊、水平校正啊，都是基于那个方向的，就不一样了，好多呢。回头大家等我这周的会员节目，跟大家详细分享一下，好吗？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